大家好，我是心怡，今天我们来做卤味。首先介绍一下卤味包里香料的选择，再介绍一些荤菜和素菜的卤制方法。卤味包的作用就是去腥提香，最简单的做法只需要2样，花椒和八角，但是最通常的会用到5香，那就再加上去腥功能更强的丁香、小茴香和桂皮。如果希望更专业更复杂，那可以用到几十样，比如说甘草、草果、辣椒、沙姜、香茅或者更多。总而言之，按照你有什么喜欢什么可以自由调配，如果你特别喜欢辣，就多放一点辣椒。其他的香料配比没有特别的讲究，基本上就是均匀。最后再准备好一个可以扎紧的袋子。除了香料，还可以准备一些葱姜蒜或者是红葱头。锅子烧热后，加一点油，把它们爆香，也装在一个袋子里。再把大块的香料也爆香一下，增加香味。小粒的香料可以直接放在袋子里，用大香料的余温把它们烤热一下。卤汁里除了香料，还有就是调味料，盐分和糖分的比例基本上是1:1。用老抽取代一部分的盐，可以增加色彩。使用冰糖不但颜色好看，也更粘稠。为了增加鲜味，最好加一些高汤或者上汤。汤是提前做好的，使用之前可以去除一些油脂。除了老抽酱油增色，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炒糖色。使用的冰糖块越小越好，我的有点大。先用冰糖等量的水，用小火煮5分钟，冰糖便全部化解，变成小泡泡。这时候再加冰糖1半的热水，开大火开始煮。转了大火之后，糖色便越来越深，糖色就炒好了。再加入老抽酱油、热水和高汤，再加入香料包和盐。高汤和水的比例大约是1:1，一大砂锅大约是2500克，盐和老抽都是2%，也就是50克，冰糖是4%，也就是100克。煮开后盖上盖，转成小火让它焖着。卤汁做好，先来腌肉类，鸡鸭鱼肉都可以，我用的是牛腱、鸡肉和猪肉。首先要焯水，冷水下锅，加入葱姜，把它煮开，然后捞出来洗干净。如果是带皮的猪脚、猪尾巴，就有2个步骤。第一步也是用冷水来煮开，出血水，洗净之后再来第2步，干的铁锅把它烧热，然后把猪皮烤一烤，这样的话可以去除多余的杂毛或者腥味。如果方便，也可以用明火来烤，然后再把表皮刮洗干净。卤制之前先来计划一下时间，猪脚、猪尾和牛腱需要煮1个半小时，而鸡腿只需要半小时，那就先煮得慢的。大火煮开，盖上盖，转成小火，1个小时后再加入鸡腿，再煮30分钟。半个小时后熄火，但是不要开盖，继续让它焖着，3-4个小时就可以入味了。如果第2天吃，味道更好。这时候的卤汁不但香，而且还鲜。我们开始卤素食，素鸡、豆腐、油豆腐、腐竹，各种豆制品，营养又美味。卤制的时间比较长，所以块切得大一些。豆制品可以直接放入卤水里煮，也可以先油煎一下，那更美味。热锅冷油，豆制品尽量擦干水分再下锅，用中火煎，煎的也嫩一些。卤过肉类的卤汁，这个时候已经非常漂亮了。豆制品和蔬菜需要分开来卤，这样可以保存的久一些。舀一些鲜美的卤汁在另外一个锅里，豆制品只需要煮10分钟，再把它倒在一个容器里，让它浸泡。马上吃也好吃，第2天更好吃。最简单的可能就是卤毛豆。另外一个健康的素食就是卤海带，如果是泡发好的海带，可以直接用卤水来煮；如果是干的，就先用冷水浸泡15分钟。
15分钟后沥干水分，切条打结。同样也是拿汁水用小火卤15分钟，15分钟后需要继续浸泡。海带吸汁比较慢，所以第二天味道才更好。好吃的卤味除了卤汁的调配，还需要时间的等待。难得是一种越放越美味的烹饪方法，尤其适合炎炎夏日，又不需要天天下厨，还可以一次搞定几天的伙食。只要掌握一些基本的调味方法，卤汁的调味也可以千变万化。至于你卤什么，也是随心所欲。加热起来可以拌面、拌饭、拌粉，也可以冷着直接吃，喝一点小酒，夏日里特别惬意。